双十国庆也很近了啦哦，那我们也看到双十国庆的主视觉出来了，也不意外。好，反正去国旗、去国号，那很多人说蔡英文呢，反正Taiwan就是在搞这个英文台独。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促转会也有动作了，转移正义的部分，中正纪念堂蒋公铜像要拆，好，都是忙这些事。那你说跟疫情有关嘛？我们发现中央。你要不要升级？他也不管，丢给地方。对，中秋节快到了，中秋指引他也不定，他也丢给地方去决定。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中央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净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那是他等着要看，也要看这些某些地方，比如说蓝白执政县市的笑话，栽跟斗，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有就是，也是转移焦点吗？是这样吗？当然，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其实。中央尽管一些跟疫情无关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原因是他也算准，确实台湾的民众好像也会有些人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开始不关心疫情了，就是会被转移掉了。转移嘛，我就举个例子，你就想说中正纪念堂的这个所谓的要什么变成反省威权公园其实他的阳谋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你只要进到所谓的去讲不去讲要不要拆讲中正铜像？这个题目之后，那就是黑白两边都站好队了他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任何疫情，没有什么那个政府的那个功劳或责任，或者说你今天我要看你有没有什么那个疫苗够不够所有东西通都忘光了，因为我站队只有所谓的拆跟不拆嘛。对，那你今天就可以再回到意识形态的一个对决嘛。那民进党最喜欢意识形态对决，尤其是当他的施政出越多纰漏的时候。他就越喜欢意识形态对决，因为坦白讲，当我们跳进去跟他讲说你跟我讲所谓的又要再去讲去这个中正纪念堂拆那个蒋中正的铜像，好，那你跟他讲说过去大家开始论功跟过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他开心的不得了啊，因为你跟他开始吵过去的一个前的总统的一个功过的时候，掉进了他的圈套，对，就不会有人关心现在总统的功过啊。对，所以前任的，所以。这是坦白讲，这是台湾民主的一个悲哀啦。就是说，他这个招数，你看用几十年，那每次用都有效啊，不然他为什么要一直用呢？因为用的有效嘛，有效我当然一直用。反正我只要遇到执政不顺利，只要遇到我今天搞了一堆狗屁倒灶的事情，只要我一个是被人家开始发现我的执政是无能的。我就要开始一定要搞意识形态，所以我懂了，意识形态还有反中抗中，永远都是排在防疫前面。当然，永远排在防疫前面。它是防疫的，他们的所谓的那个金钟罩跟护身符啦，就防疫不利，这个拿出来就可以当做所谓的万灵丹了。所以，那你觉得像现在我刚刚提到的，你防疫还是在眼前，而且这个大魔王真的已经是进来了，这什么兵临城下根本不是，他直接入关了 Delta 病毒，对不对？可是你看到呢，现在防疫他也还是给。各自为政对不对？就是他丢给双北嘛，双北你自己来。那我刚刚我特别提到中秋节快到了，你又重演5月端午的时候的事情，就是你也不定指引嘛，你也是让地方各自为政嘛，那是怎么样？到时候万一又出了什么包，出了什么事，反正我轻轻松松甩锅给地方，这是他的套路。其实你看，民进党在这方面，他是越来越纯熟，纯熟越来越成熟。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功伪过，尤其是伪过，伪过的能力他已经有一套 SOP 出来了我们就拿这次的新北的疫情，对你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不定指引？对因为不定指引就会乱，对，乱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开始找茬，然后民进党可是乱了对中央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可以吵架可以吵架因为疫情起来，大家有架可以吵以后，那我们就看谁吵架能力强那民进党现在对自己吵架能力很有信心你就像这次新北疫情起来，其实你就发现陈时中就很厉害他就跟你淡淡戳你一句我跟你讲这个新北你疫情没控制好的话，我们全国升3级这句话，屏东有疫情的时候，你也听他这样讲过吗？没有。桃园有疫情，你有听他这样讲？没有嘛。只有新北或台北有疫情，他会这样讲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要跟你讲你要注意这个如果我们全台湾这个大家都开始又进到3级生活不便，只差没说就你害的。对，他就是要一个间接的一个抛球，说引导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注意好，是他害的我没有说是他但你们自己眼睛看着他但是他这个定向标打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侧翼全部出来了。你现在看全部在洗、在攻、在 K、在修理那个侯友宜可是没有人关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这是潘孟安讲的名言。病毒不会从屏东土里长出来，对同样的病毒不会从新北土里长出来。是。那今天大家开始讲说到底是桃园的机师还是埃及的爸爸，对不对？好，开始那边吵这个东西，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没人关心一件事情，说桃园机师那是国门破口，对，埃及的爸爸就不是国门破口吗？对不对？所以你要跟我讲，我们的防疫本来就3道防线嘛，你的政策要不要检讨？对不对？要修正。对啊，那你就3道防线最简单，国门1道嘛，疫苗1道嘛，然后地方1道嘛，对不对？可是国门跟疫苗2道都破口以后，才会进到地方。地方你要知道，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告诉大家，上次5月的疫情啊，请大家骂任何人之前啊，先谢谢侯友宜，谢谢柯文哲，谢谢卢秀燕，当然也包括谢谢陈其迈啦，就所有的地方首长，你要知道，国门3+11破口。没有守住进来，中央失责进来之后，我们的疫苗覆盖率不够，所以它没有保护力。它接下来进到内部的地方的时候，几乎都是地方政府在做防疫工作啦。真的，这个我们不分蓝绿，对，都在死命的防堵。执政县市潘孟安也是一样在做地方防疫啊。所以你会发现，中央今天失责的时候，其实是地方在扛了绝大多数我们大家所谓的疫情的保护的这个功能。所以你要去洗侯友宜，去骂侯友宜之前，你要先去期待跟祝福侯友宜，因为新北的疫情，如果我们大家不能够努力的做它的后盾，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那我跟你讲，真的是大家都倒霉啊。可是你今天就讲新北的疫情，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第一时间就要算侯友宜的账。我真的觉得说真的实在是很不厚道的一件事情啊。对。不过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防线的破口啊，我个人很好奇，我今天其实没有要讲进去，就是关于双十国庆这个主视觉啊，什么台湾意识的这些东西。可是问题我比较关注的是他要举办国庆大典，国庆大典的参加人数他说下修了居然还有4000人，4000是个什么数字？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翻这个目前的2级相关的防疫规定嘛，没有嘛，户外500人嘛，室内100人嘛，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公然违反防疫规定？是搞特权吗？还是说等一下10月10号它就会降到1级了？我不知道。我讲一个极端的例子跟大家比较，你就知道民进党的标准我们蔡政府的标准，你真的有点跟不上你知道之前我因为没有来，有些节目没办法上，是因为我正在开着那个变形金刚，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变形金刚车上就3个人，你知道为了避免防疫的问题，对不对？它其实已经降级了我如果真的要办活动，我室外只要是在那个500人以下，对不对？我在街头演讲绝对不会到500人的，基本上人没有500了我也可以办街头演讲，我可以在室内办一个那个讲习会，100人以下，我觉得没有，你那时候好像通通都停了啊，通通没有，全部没有，我只有3个人在车上，就一台宣传车在大街小巷广播我们1218要公投。我告诉你，到现在为止我的脸书上经常还是绿的来洗版，说我是防疫破口就在说你这防疫破口，你在讲什么？你这防疫破口，你是台湾防疫的罪人，还一堆绿的来洗我版，为什么？民进党就一开始就先打你防疫破口啊，那你就一台变形金刚一个卡车，然后在路上就2个人在上面直播，加一个司机3个人，一车3个人，你跟我讲说我戴着口罩直播就跟我讲防疫破口，好，那现在国庆4000人对，那这不是做贼喊抓贼吗？对啊，那请问我如果要被枪毙3次，那4000人蔡英文要枪毙4000次吗？现在看到了这一波还没控制住嘛，就是这个幼儿园群聚事件，目前还没控制住。那而且跟你讲，开学真的还不到1个星期就爆成这个样子。那接着还在等开学的是什么？是大学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大学生更是在那边插了一弹因为一来大学的防疫我觉得会更为复杂，二来大学生还没打疫苗嘛，你不要跟我说那什么18到22岁，最起码还没开打啦，现在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很关心说，那你这个大学直营怎么样？我们也发现说一样中央也是不管听说难产他摆一边，然后你就会看到前阵陈时中干嘛？他去接机啊。BNT 他去接机。那个我们的潘部长、教育部长潘文忠在干嘛？他在写信他在写信给这个国高中生的家长，跟他们解释说，到时候疫苗你会有3天的疫苗假。那这些我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不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吗？你忙这些，那你真正给我那个大学开学指引难产。
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民进党，你看现在的中央政府那个指挥中心哈，你会发现，我就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成熟了。那刚开始他会，比方我举个例子，你就讲这一次的疫情，对不对？这次疫情哈，你会发现，他发现哈，之前那个3+11哈，这个破口出现的时候，他们指挥中心他为了要去告诉大家说，那个社区感染并没有存在，大家要安心。所以很快就把所有基因地序啊什么弄出来，就自己跟你讲说是3+11。对，自己连上了，连上了。对。虽然后来他又否认说3+11不是破口。对。可是他们发现这个做法是错的哦。为什么？这个做法厘清了责任。大家都知道哦，你看嘛，你自己都做出基因定序，跟大家讲不是什么社区潜伏的感染，所以源头就是3+11诺富特嘛。所以我们就大家就知道说，啊，这范云、这个陈时中加上郑文灿，我们讲这个桃园3结义嘛，哈，就是那个疫情的疫了哈，那造成了这一次的破口了哈。那这次你会看到，他遇到再一次发生了所谓的新北的疫情啊，他都跟你所有事情跟讲的模模糊糊的，他绝对不跟你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发生这件事情。对。然后东暗示西暗示，东弄西弄，原因是什么？你讲的越不清楚，就越有模糊跟胡扯的空间。同样那些指引为什么不做清楚？不做，因为我只要不做指引，不做清楚的话，你没有骂的版本。你没有骂的版本，出了事之后，我就有推的空间。我就可以找一个代罪羔羊出来推啊，对不对？就像说你这一次，比方这次桃园的那个机师的事情，其实就是3+11的另外一个复刻版嘛，对，0+7嘛。上次华航，这次长荣。对，长荣只换个航空公司嘛。可是他们的 SOP 全部出来，不是检讨政策哦，全部出来检讨说，啊，你这个机师到处乱跑，到处乱跑。对，我告诉你，不遵守规定都推给他们。不遵守规定要救的责任，我们当然支持要救的责任。可是你制度的漏洞才会使得这人性。而且到底什么时候突然改成0+7啦？我们是所有人看到了发生这事情才吓一跳，然后不是5+9吗？没有，+7。对啊，那你就看之后就说，那说真的，你难道不检讨政策吗？你都已经知道有突破感染了，那为什么你是0+7呢？一定要知道事情发生以后，你才会去改规定吗？你就看，当他说不可能的任务第2季，说真的，其实我看了很难过，你知道，眼泪都快掉出来。你还讲第2季不可能的任务，我连第1季都当不可能的任务了。这就第一件事嘛，疫苗不够，最后谁得利？民进党得利啊！他每天炒作这个特权疫苗，他就我到现在我只要谈疫苗。底下绿的就开始讲，你们国民党特权疫苗，国民党特权疫苗怎么算他只算不到5个人，可是他就天天咬你，他就打你，对，蓝营特权，对，蓝营特权啊，你民进党的第2类怎么去扩张，他不管哦，对。那第2个，你看到疫苗不够，还有一个最大的bonus是什么？逼你打高端嘛，不是吗？对。你要跟我讲说，我们就讲说，他也可以问你说，不是没有疫苗给你啊，高端你可以去打，我不想打高端，那不想打高端你就不要抱怨啊，你就继续乖乖这边排不到啊，所以民进党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在所有的过程当中，他从来不是在检讨错误，也不是在检讨说政策怎么样对人民是有利的，他在从这过程当中去找出来说，我怎么样把责任推到人家头上。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我们现在一个很担心的问题，当然就是大学开学啊。大学开学之后，你进去，现在大学生对，当然是还在等着那个 BNT， 对不对？那 BNT 现在还没开始打，而且 BNT 你要打的那个能量也没办法立刻去 cover 掉所有的大学生，所以你接下来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的隐忧，就是大学开学的校园这件事情。但我也坦白讲啦，我直接2个字结束，也没救了。为什么？因为你除非就是不开学，延后开学，或是往那个线上教学，不要对，不要实体上课，不要实体上课。可是我想这个代价也很大，你知道吗？我讲白，其实现在那网络教学真的效果是差很多，因为我自己是家长，我在家里就会看到。我就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啊，我就有看到我的女儿那时候刚好她在桌子这边嘛，那我在另外一边看书，所以她正在线上教学，我是很安静，没有吵到他们啊。然后我就听到老师就说这个张某某，然后就一片沉默。张某某，然后张某某你在吗？啊，老师在。那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你回答一下。老师，你刚刚的问题我没有听到，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好，讲完一遍以后，就张某某你回答。杨某某，杨某某，杨某某。老师我在。那我刚刚说那问题，你来回答。老师，你刚刚讲的问题我没有听到。你知道吗？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我想请问你怎么办？因为老师在上课，同学生在
这个屏幕的另外一边在做什么事情，没人知道。对，小朋友的专注力很低的，对，他基本上都在忙别的事情，然后只是那个开着，所以只有等到老师点到了你的名字，你的注意力才会回到那个荧幕上。所以你说真的，其实坦白讲，我就是看，我在想说，我女儿下课的时候，我说你们都是这样上课的吗？她说对啊，他老师都是要点好几次名，大家才会有反应。那我就要讲哈，你现在除了说你今天回到网络上课，对不对？可是你今天回到网络上课，就有网络上课的问题啊。家长其实也受不了啊，受不了。对，家长也有，大部分家长还是要养家活口啊，对不对？那好，可是你回到学校上课，那学校上课就最根本的问题，你疫苗就是不够嘛。我最近有听到一个说法，也是民进党在带风向啊，就是说讲说啊，要戴口罩，口罩等于疫苗了。对啊，李秉颖啊，就说是台湾的另外一种疫苗。那另外就跟大家讲，要学会跟病毒共处。对，我接受学会跟病毒共处这个论点，因为真的我看这全世界趋势，你不跟它共处也没办法。对，但是共处的前提是要都打了疫苗。对，重点是这样，我们台湾是没有资格跟人家说跟病毒共处的。你现在到处跟人讲说病毒共处，这些国家已经在讨论打第4剂了。对啊，有的在准备打第3剂的，有的已经在讨论打第4剂了。人家可以谈跟病毒共处，甚至已经疫苗2剂都打完了，现在准备第3剂、第4剂。我们现在一堆人，我跟千惠一样，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我们是连第1剂都没打到。因为第1剂覆盖率你看才44%嘛，40多趴，就是60%的人还是。然后第2剂覆盖率不到5%， 4.2%。对啊，那你现在到底跟我讲病毒共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是玩俄罗斯轮盘吗？不过说到中央，真的是一堆荒唐事哦。这个部分我还是要提出来，就是政府居然拖欠这些基层诊所这个疫苗补助款，我只是觉得有点想不通哎。那拖着，前波疫情之下，所以5到7月份呢，就是狂倒闭了208家的诊所。好，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最近很红的英系立委又跳出来喊话说要给钱，然后陈忠部长说会给。好，那第一个就说你倒闭了之后才给，那第二个是你会现在觉得说倒好哦，现在是怎么样？英系立委在执政就对了。好，你这个陈忠也顺势做球给英系立委。那英系呢，也就是来收割，所以对基层诊所来说怎么样？哑巴吃黄连这就是你这个政府好不好意思，要不要脸啊？对，你讲到基层医疗诊所我就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就说反正我也经常在网络上跟这个1450在作战对战。那有一次我就发了一个短视频这短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因为每天都是全盘否定国民党嘛，国民党被打得一无是处，就是国民党做什么事都错的，国民党反正就是一个烂党，就是一个妖魔鬼怪为祸台湾的政党，过去没有任何建树的政党。然后我就做一个短视频，就是在谈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其中一点就是我讲全民健保，我说这一次防疫一个大工程就是全民健保。全民健保所建构整个台湾成熟的医疗体系，使得我们在所谓的病毒的不管是找到，还有包括所谓的那个医疗的所谓救护上，其实提升，还有就是民众的负担上，就提升了我们的它是实质防疫力的一部分，对不对？好，那结果呢？一样照样洗你。他开始就讲说，那是以前的国民党，跟你现在国民党没有关系。可是当他讲228，讲所谓的威权时代，他又要讲以前的国民党，他们逻辑就这样，就一时跳过来跳过去的。对，我就回头来讲，208家诊所倒，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些基层医疗诊所也是我们防疫力的部分吗？是啊，非常重要的前线。我们常讲战争而且台湾这些诊所很厉害的，很厉害啊，对啊。我们现实的战争是士兵上前线，就是冲锋陷阵，流血流汗要把牺牲性命，用命来把守国门。对，但是防疫战争就是这些诊所，对，这些医护，他们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们是拿命在拼的，对，第一线，血汗跟命在拼的。好了，你觉得怎么会有离谱到这种程度？离谱到最后你没有给他弹药，结果还没等他不是被病毒打败的，他不是被病毒打败的，他是被饿死的。对，就是像你一支精锐的部队，对不对？我们训练了20年全民健保，训练出来精锐的整个医疗体系的部队，对不对？那都是兵强马壮，对不对？躲畏惧的，前面冲，就全部饿死了，全部饿死在沙场上。那我想请问你对防疫，请问是加分还是减分？
这件事情有需要英系立委出来讲吗？这事情其实已经吵了好几个月了。是，你有需要英系立委出来讲吗？结果你的指挥中心到最后只有英系立委讲的话，你听得进去而已。才讲得动啊，对啊。那我就要问，那你就要英系立委来当指挥中心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过去定下来的，我们所打下来的那个老本，对不对？全民健保医疗体系，这个成熟的整个的，不管是人员、专业训练、设备跟所谓的我们所有的制度，你到你民进党，我给你那么好的资产呢，可是说真的，这个事情我们不批评，我们过得去吗？208家诊所是一家诊所还是2家诊所？是208家，而且就在这短短2个月，对啊，对不对？他们倒掉了，我们的前线就崩掉一角了。你加上疫情进来的话，我们的医疗的照护能量就少了一角啊。对。那可是你今天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去让它发生呢？那你就是指挥中心无能嘛。就一句话，你到现在武汉肺炎还是天天在武汉肺炎，那你连这个最基本分内之事你都没有去做，而且重要是你欠人家钱呢。不是，而且今天你还跟我们讲振兴10月8号振兴券5倍券要上路对啊，而且我跟你讲，你防疫的特别预算几千亿，我们人民也没少给你政府啊，对不对？你高端一剂800多块钱，就全世界最贵的疫苗，我们也没跟你计较啊，对不对？你爱怎么用都可以，但是你本分做好啊，你怎么？我告诉你，今天这些诊所自己经营困难，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要去负责解决。因为确实很多基层诊所，因为大家戴口罩，对，那前阵子很严重的时候，大家不进诊所的，对，不进诊所又戴口罩啊，那个所以其实那个得病的人确实比较少，而且就算得病宁可留在家里休养也不愿意进诊所的人也变多，所以基层诊所真的是苦不堪言。这人家已经是雪上加霜了。你怎么样？你还一个大冰雹给他直接砸下去，火力细，欠债不还，有这种事情吗？真是欠债不还。对你，人家已经快要饿死了，而且我就讲这些都是我们最前线的战士。结果你到最后，你怎么会在这个环节上，你去让我们的200多家医疗诊所倒掉？我真的坦白讲，真的是用不可思议、痛心疾首来形容都不足以啦。对啊，那我们要信任你，你到底能做什么？你除了说。今天一天到晚当路人甲以外，放风声，然后去修理在野党或跟在野党执政的县市，你实际上你就拿出一些努力的具体作为出来嘛？对，那真的我们真的是自求多福啦。